1943年2月13日，日军第40师团从道人矶临湘附近趁夜幕掩护渡江，鄂西战役就此拉开了序幕。進軍やめ。進軍やめ。その場で休憩。その場で休憩。你看一下。报告，日军先头部队在杨岐崖前停止了前进。告诉郭团长要沉住气，要有耐心。是。ここは本当に待ち伏せにいい場所だな。私が中国軍だったら絶対にここで待ち伏せの準備をするぞ。確かに待ち伏せには好条件ですね。だが我々はここを避けるのは無理だ。必ず通らねばならない。お言葉ですが閣下、向こうの山から我々を監視している奴が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とりあえず兵士たちにここで飯を食わせろ。先行小隊に命令、呼び戻せ。はい。长官，日军还是没有前进，在原地停滞着。日军会不会发现了我们？报告，有迹象表明日军要后撤，其前锋已经撤出了山口。少校，谈谈你的想法，我们要不要追上去咬住他，消灭他？横山武彦，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5期步兵科，同年12月23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1938年7月20日，任独立步兵第2大队队长，隶属驻蒙兵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1939年3月9日，晋升步兵大佐。同年8月1日，担任步兵第231联队长。自从他杀害了张自忠将军那天起，我就已经开始研究有关他的一切资料。他是一个非常骄横自负的人，喜欢冒险，出奇兵。以他的性格，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轻易的收兵回营，因为那样只能证明他做了一次错误的军事安排。承认错误完全不是他的风格。おお、いい眺めだ。今日は爽やかな風だな。本当に遠足にいい天気だ。閣下、自分に先遣隊を率いて山の奥を探らせてください。自分は山の状況も詳しいですし、何かあったら引き返してきますから。おう、じゃあ頼んだぞ。はっ。おい、米山高橋、お前ら一緒に行くぞ。报告，日军先头部队又重新进入山口。没有命令，可不能擅自开枪。
敵はなぜこんな危険な位置を防御しない？何かに言うぞ。是不是日军觉得太安静了，反而觉得不放心了？将军，如果我们不在这设立守军，日本人恐怕没那么容易会相信。哎，如果我们派上一队懒散又漫不经心的士兵去当做诱饵，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上当的。长官，不如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能为张自忠将军报仇，将是我毕生的荣幸。好。福贵啊，把你的军装也弄乱点，别那么整齐啊。哎呀，你和老兵的军装乱了就行，这我的就不用了吧？又不是让你娶媳妇做新郎，你装什么装啊你？哎，别闹，真是的，你就是一乌鸦嘴，要死你死去，我还没活够。我说你们两个就不能悄悄的？哎，这次啊，不用小声，大点声更好，啊！哎，你们也都别闷着，想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啊！好嘞，姜娃子，你就是一个臭不要脸啊！没事老欺负我，说什么呢？哎，你说你梦到小凤仙儿就拿我出气，差点掐死我！哎，打死你！哎，跑啊！哎，找死！老兵，干嘛你？别老拿枪乱留在这儿比划啊！待会儿站着，小鬼子追过来了，别比划了，你就朝那个方向跑，多危险啊！明白吗？明白。你们几个跟着我，都机灵点，知道吗？走。よし、敵は我を忘れ逃げ惑っている。これで安心だ。よくやった。君、横山連隊長に報告してこい。はい。よし。連隊長報告します。古賀少佐は前方に待ち伏せなく安全に通過できると判断しています。よし、分かった。はい。全隊出発。全隊出発。嘿，哈。敌我兵力悬殊，但是地形有利。告诉陈云龙他们，一定要借助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绝不能让横山无厌活着逃出去。是。
ずれにしろ夏季皇とは戦うことになる。我々の目的は中国軍を消滅することだろう。血が騒ぐぞ。この遭遇戦は面白い戦いになるぞ。はっ、行け。さあ、邪魔者ついてこい。小凤仙，这个送过去给你当马骑，这个送过去给你当畜生使，这个就是大粪，留着你种庄稼用。怎么死人还分3、6、9等呢？我是按照高矮长相分的。老兵，你有没有听见那边好像有重机枪的声音？是重机枪声。不行，咱们要干掉他。走，跟我来。快跑！这大衣看上去不错啊。那一定是日军指挥官。一定是，而且很有可能是杀害张自忠将军的横山武彦也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过去干掉他们。哎，重机枪在那儿怎么办？头重要，屁股重要。自己的都重要。光是咱们几个人还不行，得多叫几个人来，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我去叫人。胡长官，这个就是陈云龙连长。胡少校，消灭横山武彦，我们一起干吧。好，走，出发。钱副官过去检查一下。为什么是我呀？你不是要军大衣吗？我现在只顾着保命。旅団長、旅団長、しっかり。旅団長、しっかり。旅団長、旅団長、しっかり。隊長の敵が取れた。行け！我们要被日军包围了，快撤！小伙子，撤！
金晨兄，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你面前，凝视你的双眼。愿你的在天之灵安息，你的精神将会永远鼓舞着我们与敌作战，而我们也将会成为你的骄傲。持剑者死于剑，侵略者将无家可归。据重庆方面截获的日军情报获悉，杀害张自忠将军的日军旅团长横山武彦，在杨岐崖被重伤，生死未卜。福贵，怎么你这个那么喜欢唠叨的人，半天不说话了？别惹我啊！我现在还想着土家山寨呢，真舍不得走。哎，我走了，一定会有人伤心的。我呸！谁会伤心？嘿，你还真别说，我告诉你，那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未来的媳妇儿谁啊？虽然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肯定有一个在那儿。因为你肯定知道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姜娃子，你真是乌鸦嘴啊你！长官好，长官，非常感谢您救了我一命。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报告长官，我是第94军牟廷方部121师的，我们营在负责修建桥梁时与日寇遭遇，我军腹背受敌，弹尽粮绝，200多弟兄宁死不降，为国捐躯了。哦，我是我们营长派出来向总部传达消息的。我没能跟弟兄们一起战死，心里有愧。兄弟，你是好样的，你已经完成了你长官交给你任务的一半，你已经很对得起你的长官，我们为你而感到自豪。不过现在，你要跟我们一起返回部队，把这个消息传递回去才行。是。止まれ！大物がついてるな。中隊長に命令してる。彼は有能だよ。彼が隊長になれば戦車は減るだろうな。だといいけどな。ここの地形は敵の待ち伏せに好条件すぎるな。このまま進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我々は回り込んで奇襲を仕掛けましょう。よし、行くぞ！哎，兄弟，听你口音像是关外人啊。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人，我叫高满屯。哦，那你是什么时候从那边跑过来的？啊，我爹是抗联杨靖宇将军的部下，杨将军被害以后，他就带着我跑出来了。我爹就一个心愿，打回老家去，赶跑小鬼子。那你爹还在吗？现在我们家就剩下我一个了。等我也战死了，就可以全家团圆了。
哎，娃子，怎么我这左眼皮不停的跳啊？是不是我又要发一笔小财了？左眼跳是灾，胡说，左眼跳是财，右眼跳才灾呢。那要是双眼跳呢？哎，哎，长官，准备战斗。小柴隊長はどうしたんだろうな。このコーナーってところはほんと広いな。いくら歩いてもキリがないって感じだ。ここを過ぎたら雲南省で、そこを過ぎたらチョモランマだ。中国なんて歩いて渡るようなところじゃないんだ。なんで俺たち日本人はこう歩き続けてるんだよ。俺たちは別に散歩に来た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ぞ。富贵，你不说左眼跳财吗？这股日本兵一定是要绕到后面包抄玉阳关的，我们必须在这里尽量的挡住他们，给玉阳关我们的守军争取时间。我们拖住敌人的时间越长，给守军赢得的时间就越多。我们必须要等敌人接近了，用手榴弹。报告师座，后方有大量日军与我方小股部队发生激战，情况危急。这是企图要切断我军的后路啊！你们速带一个团的兵力去阻击他们。是。こう向こうは射撃がうまいな。きっと経験のあるやつだ。この腰抜けども立つんだ。全員立ち上がれ。誰も突っ込みたくねえだろ。本当によ。行けでも抵抗軍人か。立て立て突撃。なんで中国軍は今回抵抗を続けて撤退しないんだ。この戦いはどっちかというと俺たちの戦い方だぞ。もしかしたらもう逃げるところは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成果しかの続き屋だ。娃子，怎么样？你看，准不准？你就贪财吧你，命都不要了。谢娃子，跟我嘴上谢个屁用！把你那表给我带。那不行，这是我左眼跳才跳来的，给了你就不准了。你看你那熊样，一说到钱就六亲不认了。那倒不是，到了关键时候我也会救你的，但是我估计吧，这个关键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是关键时候啊？我估计小鬼子用枪对着我头都不是你的关键时候。嘿嘿，知我者姜娃子也。看你那嘴脸。诸位，咱们大家赶紧打扫战场，然后马上要到戴师长那边去，抓紧时间啊！听到了吗？啊，是。
少佐、第1大隊は3名の中隊長うち1名が亡くなり2名が重傷。第3大隊は3名の中隊長は全て玉砕。しかし団長に支援を要求するしかない。行け。はい。胡少校果然是传说中的猛将啊！你那几场经典的战斗已经在部队流传开了。如果不是你及时发现偷袭的日军，并阻击了他们，我这渔阳关恐怕也守不住了。长官，您实在是太过奖了。今天多亏了您带援军来支援我们，要不然我可能早已经壮烈了。不过长官，这渔阳关是通往石牌的必经之路，日本人一定会重点攻击这个地方。长官您的位置，责任重大。少校，作为一名军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战争。长官，我还回江防军司令部去通报情况，可能就不能参战了。在这儿，属下给您敬礼了。多保重。このまま戦い続けてたら、あとどれくらいの人間が玉砕するかわからねえ。俺は死にたくねえぞ。僕だって嫌だ。玉砕はこれじゃ無駄死にだ。どうせならもっと意味のある死に方をしたい。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文通告，日军第3师团的一支援军正在向渔阳关后山前进，这是企图要切断我军的退路啊！我军伤亡惨重啊！报告师长，警卫排30人，已经死了18人，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人力不够，请您快速撤退。1943年5月22日，渔阳关陷落。渔阳关的失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战场已经由江南平原西移至鄂西山岳地带，也意味着恩施的门户被打开，这就直接危及到了石牌。现在西南海岸、滇缅公路都被封锁。想要得到外援很困难，敌人就是想要困死我们，他们就是想要灭亡我们中国。我们现在无路可退，只能誓死一拼，保卫石牌，就是保卫重庆，保卫大后方。据史料记载，渔阳关经此一劫，人口从5000余人锐减至不足1000人。止まれ！止まれ！山々に囲まれた雄大な場所だ。この国は本当に広いよ。地勢も複雑だ。本当に綺麗だ。これが遠足だったらよかったのにな。そうだな。こんな複雑な地形では機械改造の我が隊には非常に不利だ。敵軍には好条件すぎるな。第6战区长官部要求第141师对宜城西北的日军所占龙泉铺发起攻击，目的在于干扰牵制江北之日军，使其不能抽调更多的兵力渡江作战。
141师李作真师长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那里地形的人前去协助作战。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完成。另外，第141师423团团长刘荣宗和141师参谋主任朱景波都是我们的同志，尤其朱景波，他是1928年的老党员，立场坚定，很有思想。我相信你们在一起合作会非常愉快。太好了，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呢。各位，请看，龙泉铺是中日对峙前沿阵地，属于日方的重要据点。它与营盘港、跑马港、凤凰关、双莲寺等据点连成一气，守护着这一带的汉宜公路，确保连接土门亚直通宜昌城内的日军补给线。日军从1941年占据宜昌以来，就在这一带加固了阵地工事。铁丝网纵深度达到5、6层。另外，驻守此地的是65联队，联队长立花芳夫。这里有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其中还有一个重机枪中队，易守难攻。胡少校，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现在的作战态势对我军有利，但是目前要我军以轻武器去攻击据险而守、持有重武器的日军，并且之前我们也领教过他们的攻势和战斗力，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如果攻克了龙泉铺，就为整个战役立下了个不小的功劳啊！所以，我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只能死拼，不能败退。还是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你说呢，胡少校？朱主任说得好，任何战役的目的都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最大的目的。龙泉铺驻守的日军实力很强，地势又非常的险恶，以我们这样的武器装备，恐怕是场艰难之战。所以，我们就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打这场仗，才能创造奇迹。这是通向龙泉铺的必经之地，必须夜间潜伏攻克它。让我去吧，我带的这些人都是老兵，到时候你们给我掷弹筒，由我来攻克它。那可不行，你是江防军派来协助我们的联络官，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没法向老杨交代。放心好了，我是杨参谋长最好的学生，而且我使用掷弹筒非常的准确。这个任务就交给我，由我来攻克它。陈官子，陈官，咱们现在有任务，富贵，跟我走。哦。告诉弟兄们，随时准备掩护他们，也随时准备冲锋。是。
长官，长官，我踩着地雷了。啊！你们两个先到前面去，把铁丝网给我解决了，我随后就到。千万小心，快去！把刺刀给我。啊！把这个扶住。好。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富贵，没事吧？没事，吓死我了！快！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再给我一个！快点啊！拿着。这还要？这还有能用的。胡少校，这次战斗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你果然神勇善战。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我就告辞了。もう一生分の車に乗った気がする。もう二度と乗りたくねえ。小柴隊長のことを考えてた。今頃どうしてんのかな。あの石頭はとっくに玉砕してるよ。小柴隊長みたいな人は本当に哀れだ。俺たちだって十分あれだろうが。みんな同じだよ。そうだ。自分の運命を左右できない人たちは皆哀れだ。将軍たちにとって僕たちは統計の数字に過ぎない。
おう、行け中国人ども焼き尽くせ。そうしたら俺たちも帰れる。鄂西会战中，中国军队第141师共有2000余名战士为国捐躯。矗立于宜昌黄花场的抗战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一幅联句：“一堆白骨千年颂，两地黄花万代香。”长官，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们现在必须立刻赶回江防军。日军很快就要攻击石牌了，现在如此乱的调度，我相信第6战区长官部一定是有问题的。长官，为什么每次我们都是打胜仗，可总是在撤呢？现在我军只是暂时性的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整个军队的状态还是节节败退的。长官，是不是丢了石牌，咱们就亡国了呀？只要人民还在，国家就不会亡，石牌是不会丢的。日军不会想要什么就来什么，我们是不会答应的。但是为什么咱们还老后退呢？我们现在其实是用空间来换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达不到那个程度。现在我们的武器比小鬼子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必须用土地来赢取时间。走吧。想像できなかった。見てみろ。自分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ことで殺し合う。何の恨みもない相手を撃つ。もしもこの二人が違うところで出会ったら、あるいは友達にな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が戦争だ。悪いのは全部戦争なんだ。お前の言ってることがだんだん正しく思えてきた。また私を表記したぞ。おああ、助かった。ああ、よかった。生きて帰れるぞ。違う、あれは中米連合軍の飛行機だ。かかれよ。逃げろ。推測できることは、敵機の活動が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るであろうということだ。我が軍の航空隊が中国大陸で無敵を誇った現状が変わるやもしれんな。では第13師団は呉鳳遼陽間を突破し、長陽突鎮湾へと進行する。第3師団は黄河藩城下川を通り真鹿峡を経由して新港南から西へと進軍する。第39師団は雲地で長江を渡り、黄河島、円田、避難渓を経由して平和廟を占領する。その後長陽県龍州廟を占領。主力部隊は義昌あたりを占領し、関東陽、白紙廟を通り、市議大道を通って
変岸へと進行する。目前，战事已经十分的明显，敌我双方在长阳、清江两岸及石牌区域做出了要展开决战的态势。日军企图夺取偏野，攻克石牌，而我军力图要在此区域压迫日军，争取聚而歼之。诸位，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到了，请以抛弃自身利益的精神，好好准备这场生死之战吧！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弟兄们，努力的挖呀！咱们要把小鬼子埋葬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好，好，好！委屈，前方敵が近い。そうしろ、早く。2里の距離で修理するのもう6回目だぞこれ。よくこんなに壊せるのまったく。こんなこと何回やったって同じだ。僕たちは招かれざる客なんだ。なんかお前の口から聞くと笑えるな。笑えるのは僕の話じゃなく上の人間だ。まったくだ。戦争とはそういうもんだ。どんなに細かい任務も全て我々日本民族の命運がかかっている。日本は土地も小さく地震も多く資源も乏しい。だからもっと広大な土地が必要なんだ。小林、佐川、我々は好んで戦争を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今は戦争しかないんだ。しかしたくさんの人間が死にました。確かに。考えてもみろ。この世界にいる民族で自分の力で自分の努力で強くなろうとしない民族がいるか。もちろん私は無差別な殺人には反対だ。だが今の日本が行っている軍事行為は認めている。この世界は弱肉強食だ。先にやらねばこっちがやられる。いいか。今は理想を話しても意味がない。この世に真の平等など存在しないんだ。それでは公平というものは存在しないんですか。強い者が弱い者の運命を決める。弱肉強食、それが公平な掟だ。师妹，你们也来了？寨子离这这么远，你们也能赶过来？我们听到号召就来了。四妹，带我回你们土家寨吧，我都喜欢死那个地方了。好啊，但是去我们土家寨就要经过求婚、认亲、拜年、送日子、娶亲5个阶段呢。只要能让我娶了土家寨的姑娘，让我干什么都行啊，心甘情愿的我。那得看你能不能获得我们土家姑娘的欢心了。四妹，别搭理他，这龟儿子就是见一个爱一个，喜新厌旧的主儿。哎，那可不行，这在我们寨子里要挨揍的。四妹，别听他的，我这个人啊，其实特别厚道，他这是妒忌我，知道吗？我呀，其实跟老兵一样厚道。富贵儿，我们家秃子可没你那么能说，这都是姜娃子逼的呀。我要不能说，他不欺负我吗？嘿。哎，那个当兵的呢？来了。哎，来了，我们干活去了。哎，啊，我们走了。哎，走，走。四妹，当兵的。四妹，你们也来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能不来吗？小声点。对了，宁经妮怎么样了？就知道你要问他。放心吧，他好着呢。他在我们寨子里跟我们的老郎中学医术呢。本来他也要跟着来，只是有个小伙子打猎的时候受伤了，所以他正在治疗呢。哦，对了，你们山寨小伙子们作战练习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你带着他们跟小鬼子干一仗，不就知道了？这是早晚的事情。飞机来了，隐蔽！隐蔽！看啥呢？没办法，嫂子，我一看到他就忍不住的喜欢。ドロー直りました。道が直りました。おう、よし、ご苦労だったな。みんな車に乗れ。はい、出発だ。おい、車に乗るぞ。早くしろ。よし、ご苦労だったな。車を回せ。俺たちはもうこの国で日本何周分もしてるよな。どんな地形だって歩いてきた。こんな広い国どこまで歩けばいいんだよ。もう骨が砕けるぐらい車に乗ったよ。上の人間はいいよな。地図を上であっち行けこっち行け、指示棒を片手にみんなを動かしている。血を流すこともない。哎，站在高处有没有一种想飞的感觉？你这是病，药别停啊！你懂个屁！你就没有胆量？大侠懂吗？大风哥，你能说出大风哥这3个字，我表示敬佩。我上过6年私塾，知不知道？哟，没看出来啊！你是富家子弟呀！我打扫过寺庙，
寺庙那里有个私塾，所以我可以偷听。哼，我就说嘛，你充其量也就是一偷听的。你，哎，哥，我连偷听的机会都没有呢。那边有战头，我们去看看。走。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长官，我们是第86军，第13师，曹师长的部下。我们都被打乱了，大家都撤了。您便走吧，长官。哎，你们去哪儿？这是？走。13师，13师溃败成这样，偏爷一定有问题。跟我来。人家有攻撃し、関原占領する。中堅に入り戦争をするんだ。勇敢に進め。なんで小隊長になるとみんな狂っちまうんだよ。小隊長には狂ったやつしかなれないんだ。站住！站住！你们往哪里逃？难道让小鬼子打到自己家里来吗？少卿，我们长官都跑了，我们留着干什么？就是。现在我就是你们的长官，给我打回去！就我们这帮人留下来有什么用？是。走。临阵脱逃者，就地正法。偏言不保，石牌也就不保，石牌不保，重庆很有可能就会被日本人占领，那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我们都是军人，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小鬼子笑我们？难道我们就看着世人来嘲笑我们吗？人终究有一死，但死就得死得明明白白，死得其所。是男人的，就跟着我打回去，打回去！我去，我跟着你打回去。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ここ地形は中国軍に有利すぎる。一旦下がろう小林。このままでやられる。生き残るんだ。ここで死んでたまるか。告诉指挥部，第13师已经溃退，我们组织溃军，正在与日军激战，请速来增援。
娃子，哎，去，找几个人，把那重机枪给我抬到第2道防御阵地那边等着，快去！是，走。富贵，带上这挺轻机枪，跟我到敌人的左侧去，快！是。满腿，好，把所有的手榴弹还有子弹聚集到一起，一起打一起投，到时候这样做威力才能发挥出来，明白吗？好。你去把那个小号手给我找来。是。已经跟后方指挥部联系上了，他们正在紧急调遣刘云汉的第5师向这里增援。刘师长是黄埔军校第7期学员，他在5师带兵严格，提出了幸生不生，必死不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每次他们部队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都能临阵不乱，坚定信心。日军显然已经在偏沿附近的各个防御要冲同时发起进攻了。哎，老杨，第5师还没有赶到偏沿吗？山路难行，日军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我正在催他们。日军第39师团在向我偏沿阵地进攻的同时，已与其野地支队会合。目前，日军第68联队在我军防线的左翼进行攻击，日军第231联队在我防线右翼进行攻击。第217联队作为预备队，已经从五龙口、16河出发，设置在宜昌东岸的日军加农炮、榴弹炮阵地，也予以进攻日军炮火支援。我第18师防御的东青树、枣子树所承受的攻击压力已到达极限。该师右翼东青树一线被日军攻破。现在，日军第231联队已经突进到雨台山东侧。由此可见，日军此番进攻的矛头，最终指向的是偏沿。日军所有的进攻目标都指向了偏沿，他们要立刻实牌的战略目的已经完全暴露了出来。现在只能看胡医生还有他编整的那些溃军能够坚守多久了。弹药的补充和食物的供给。如果第5师再不赶来增援的话，我们就可能守不住了。我们和第5师没有联系上，估计他们在赶来的路上，所以电台处于静默状态。
射手榴弹的人都应该被枪毙。吹冲锋号，让他们认为我们的部队已经集结过来了。快，吹冲锋号！神様、仏様、不発様、俺はこれをお守りにす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找什么呢？跟老子当年一样，老想在战场上发横财。我发现你，还不是这些日本兵太穷了，身上什么也没有啊。同样是武器制造，我们的汉阳造就是粗糙，用它射击不精准。我们的手榴弹就像刚刚那样的哑弹有很多，即使不是哑弹，弹药的威力也参差不齐。日军的士兵都是受过正规的现代军事教育和管理的人，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而我们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市民、学生，还有孩子。所以我们就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毛泽东。你怎么知道的？我监听延安电台的时候，听到过很多有意思的、动人的话。我相信你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马屯儿，长官，什么指示？现在你去通知各组组长，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转移到对面山上去。快去！好。快快快，动作快！江防军司令部问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弹药了，抵挡不了多久。江中尉，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带着你电讯小组赶紧撤离。我们还不能走。江中尉，你们是国家的宝贝人才，我们必须保护你们。你们绝对不能被敌人俘虏，请你立刻带着电讯小组赶紧撤离此地。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还有，帮我把这个小家伙也带走，他还小，要好好的活下去。快走！我们同样抱着必死的决心，我会坚守在这里。这是命令，你。日军第3师团、第39师团、野沟支队已经逼近偏远。告诉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要做好偏沿失守的思想准备，要开始做实牌的防守。这是我们最后的要塞，我们要有和实牌同存亡的决心。娃子，我们现在还剩多少子弹？还有10几发吧。如果没事，我们还有刺刀，我保证我要
亲手干掉几个刽子。我也能干掉几个。我够呛，我尽力吧。娃子，你得照顾我点啊。辛苦了，我们现在只能坚持不跑，偏岩和石牌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也吃了不少亏，这次是让他们还回来的时候了。痛快，舒服，说得对。小鬼子马上就上来了，大家准备。弟兄们，记住我们最后的一点子弹，打！弟兄们，上刺刀！刚刚接到江美元发来的电报，第5师已经赶到了偏岩，接替了胡医生的防务。太好了，胡医生和刘云汉都是好样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要求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设防石牌。对，石牌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了。第231連隊は東側面より宇多井山を占領し、変岸方面に進め、第39師団は主力を援護し、変岸を取る。胡少校，刚才看到你率领的部队如虎狼之般的奋勇杀敌，为我师能够及时的赶到，阻止日军占领偏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令人非常敬佩。刘师长，多指教。偏岩虽然地势险恶，但是由于防御工事的缺乏，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利啊。以现在敌军的作战能力和机动能力，我们将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说的没错。刘师长，胡少校，刚得到消息，第86军之67师、32军之139师，都已从鸭子口杜振湾方向后撤。偏岩左翼的暂编第34师，在雨台山、月亮岩的阵地被日军攻克。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成孤军了。胡少校，我认为我们作战不光要有坚定的决心，还需要有作战计划和安排。我们要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如果我们守不住偏岩的话，我们应该退守哪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当然，肯定不能一步退到石牌，那样对石牌的压力就太大了。我建议，到时候可以退守馒头嘴。因为从偏岩到馒头嘴之间，
是一片较为开阔的河滩，河滩里都是沙砾卵石。在它的附近，还有五龙口、霞当口、观音阁，作为防御阵地，可以相互配合，成为犄角之势。那好吧，你说的非常好，那就麻烦江中尉把我们的预定方案通报司令部，让杨帆参谋长和吴奇伟总司令定夺。好，我马上去。肝心な時に役に立つのはいつも航空隊だ。小隊長みたいにただひたすら叫ぶことしかできない奴は嫌われるだけだ。何にもできやしない。不祥兵の扱いが存在だ。知ってるか小林。よいしょっと。連隊は負傷兵に対して特別な処置をしているらしい。彼らの苦しみを終わらせるために。なんて恐ろしいこと。でも彼らは逆に感謝しているらしい。そんなわけないだろう。彼らは僕たちに気を使ってるだけだ。立て、早く立て、戦闘場見ろ、早く立て。貴様、何をして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負傷兵の手当てあります。わざと怪我人を助け突撃を避けるつもりだな。お前それの軍人か。そんなことでは日本の使用がなくなります。隊長、やめてください。小林は良かれ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ほら、腰抜けども長官に逆らった。いつもお前らを殺すぞ。そうそう、おい立て。ここでは一人でも多くの兵士が必要だ。小林と佐川は戦場で戦わせる。いいか、我が日本軍人は戦場で玉砕してこそ名誉なことだ。いいな。はい。敵は射撃の腕がいいぞ。みんな気をつけろ。停止开火！停止开火！还是老规矩，省点子弹，看着小鬼子的军官打。不二，你瞄的哪个？拿刀跳大神那个。那是我的民国枪。切，你叫他一声，他答应你吗？我看可以同意他们的计划，
逐梯次的进行纵深防御，而不是死守在某一个面或线上。这样有序的撤退，可以更好的拖住敌人，消耗敌人的作战能力。说的有道理。哎，老杨，在这里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咱们干脆把司令部转移到石牌去，那里才是我们最后的战场。好，走。胡少校，司令部同意我们的作战方案，你们先撤吧。刘师长，我们这快撤！撤！这块巨石高有40多米，重有4000多吨，真让人想象不到啊！这个花岗岩巨石，居然会兀自耸立于西陵峡长江右岸高山坂坡，雄伟壮观，气势非凡，巍然屹立数千年。一时依山临江，俊俏凌厉，那真是西控巴蜀，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呐！石牌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啊。第18军下辖的18师和11师，已经在赶来石牌的路上。没想到石牌现在居然是中日最高指挥官关注的焦点。我听说日军为了攻打石牌，在岳阳和沙市的江面上大大的集结了船只，看来他们是想水陆并进呐。在石牌有1200多名海军的将士，他们可以出色的负责完成布雷的任务。我记得海军部长陈绍宽当时乘坐永绥号来视察石牌的时候，曾经动情地说：“我们的海军为了抗日，几乎打没了。他们从海军打成了将军，从将军打成了陆军。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啊，更是我们海军的耻辱。不过，只要有我们这些血脉还在，那么我们的海军就有希望。我们的将士们也确实到了为祖国、为民族献出忠诚的时候了。所以，我希望将士们能够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抗战的胜利不惜牺牲。当时，所有的将士都流下了热泪啊。胡医生就是海军杰出的代表。其实我们不乏有好的将士，只是我们对不住他们。偏沿的第5师师长刘云汉是个能征惯战的指挥官，但是我们总体的单兵作战能力与日本兵相比悬殊太大，往往一个班的士兵都是拼凑起来的，南北方的都有。班长下达的指令，班里一半战士甚至都听不懂。战士们穿着草鞋，平均每个人才有10发子弹，有的甚至更少。这样的情况下，能打成这个样子，已经很难得了。偏沿失守是迟早的事情，第5师劳师独占，很难抵御日军3个师团的联合进攻。那看来下一步只能看馒头嘴、木桥西、天柱山以及太史桥的防御战了。我が軍は片岩を占領し、歩兵第217連隊は連隊長佐々木の指揮のもと、万東市へと進行するに至る。
法子，你饿吗？我现在想吃了你的心都有。说实话，我刚才在那小鬼子的尸体上翻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了红薯。啊！但是我自己给吃了，也没跟你们分哈，我挺自责的。别再提红薯了啊！再提红薯，把你当红薯吃了。饿得难受啊！我们现在军队的供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每次我们出来作战都没有食物，但是战士们吃不到食物，就没有体力去战斗。我们电讯组的人都已经学会了识别野菜和野果子，他们现在已经能分辨出哪些野菜跟野果子是有毒或者是没毒的。这样吧，这不是最终的办法。前面马上就到土家寨了，咱们到那儿去补给一些食物，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